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敏，欢迎来到分析影片时间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防守反攻。那防守反攻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被对方攻击打过来之后，就是我们会拦网，会防守嘛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来大家一起来看说，怎样子的防守反攻是一个好的观念，然后或者是有防守反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注意到什么地方。有好的观念的时候，你其实在拦网反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迷路的状况。很多人在这种时候，因为球来回很快，因为对方打过来，我们又打回去，打过来又打回去，就是来回很快的时候，就是很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然后或是自己要干嘛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就透过今天的这支影片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说，我们要怎么做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第一颗球这边看到就是现在在拦网的这个叫做地瓜啊，地瓜他自己拦网之后，他做得很好的地方是，他转身之后，他也会去看那个球在哪里，然后当自己可以能够再接的时候，那当然就是抢在举球员之前把它接起来。啊，接完之后呢，他做的第二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还要准备攻击。他第二颗球这边就是来回了2-3波，就是你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大家都有在注意球。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拦网反攻的节奏都很不错，因为有注意球就不会漏掉那种，就是很像我们在唱歌，然后突然漏拍、落拍这样。最后这边这一颗有看到，就是我也有在准备后排攻击，所以就其实，在球场上不只是前排要准备攻击，快攻也要准备攻击，后排更是要准备攻击。有看到我做一个就是交叉的攻击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在来回波的时候，突然来一个交叉攻击，通常都可以掉到对方的拦网，他就会吓到一个措手不及。像这一颗就是对面的拦网手，其实有一点就是应该说已经来不及过来并拦网，那就是一个很好得分的一个机会球。那第4颗球就是看我这边，就是当球不是你的时候，别人帮你接，你就是要好好的准备攻击。第5颗球这一边看到我就是站在原地准备，就直接起跳攻击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不是在偷懒，这是在判断情况，因为当球来回很快的时候，当我这时候跳完拦网，然后一转身发现，队友已经把球接起来了，举球员准备要举了，那这个我根本就来不及再往后退。那这时候应该要果断的选择不要往后退，因为当你往后退，然后之后球已经举出来，你又赶快很急着这样追进来，那你会来不及上去攻击，那反而就是造成你自己的攻击失误。那这种球你倒不如就是好好的观察这颗球的走向，然后抓好时间，起跳到自己的最高点，然后把球打出去。地瓜这边做的很好的地方是，我们想要得分不一定要靠攻击，就像这种时候，这种霸包球，如果说你有在观察对面的场上的那种，就知道他们防守站位的走向的话，你看像地瓜这边就发现他的直线，他前面的直线那边没有人，那他就很轻松的把球往后面一丢，就这么简单的得分了。觉得在球场上得分就是好球，没有什么你一定要打得非常硬，或者是你一定要非常强的那种攻击或是发球什么的，这样子才叫好球。对，得分就是好球。好，这一颗球，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是，在我们来回波节奏快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是要花一点点的心力去观察对面的拦网。因为像这边这一颗我打的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因为我有跳比较高嘛，那对面刚好举球员那一个位置比较矮，所以我就有刻意的把球往举球员的手上面去打。对，就是打一个首尾球这样，所以这时候观察一下对方拦网手的状况，就是可以拿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攻击得分的效率。这一颗也是跟刚刚一样，就是不管你在前排或后排，都一样要准备防守反攻。
这边这一颗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今天举球员手到球，这个橘色衣服是举球员。那今天举球员手到球的时候，除了举球员以外的其他人都要准备举球，因为我们失去了举球员嘛，那其他人都应该要跳出来准备做修正球，然后让球能够维持原本的攻击节奏。有看到我这边有在准备要打后排，对，那当这个修正球的人他想要修前面长攻、后面长攻，或是打后排都可以。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讲说，就算我们没有举球员，我们一样要维持我们的攻势。这一颗球我要跟大家讲，不是大炮这边，而是篮中。我们这边的快攻这边做得很好的地方是，它有准备攻击。当你在来回拨的时候，你的中有跑的话，对面的中就一定会跟你的中。那这个一跟，你看两边长攻的拦网变成一支在拦，那一支拦的话，对于两边的攻击手来说，其实是比较容易突破的。好，这边这一颗来回了几颗，对不对？那不管是长攻、中间、后排，然后最后第4颗回到中间。好，那这几颗其实都做得很好，是全部的人都有准备攻击。然后这边我们就还蛮容易可以打过去对面，虽然不一定打得死，但是我们就有很多的攻击点可以让举球员选择。那对面的拦网也会跟着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没那么容易拦网。那这边这一颗一样是在防守之后的一个反攻。那这边这个长攻，他有观察到对面的直线防守往后退，也就是他退到比较长的直线。那这时候呢，掉前面一颗小球，他会真的会比较来不及去救球。好，这边这一颗看到我的攻击，对不对？当我在攻击，我在来回波准备助跑的时候，我会先停下来，然后看一下球的状况。因为像这一颗把球举开了，所以要适时的判断举球员的动作。然后像刚刚这一颗就是停在原地，然后准备，然后再自己在原地起跳。这一颗我们也是有做到多点的进攻，对，不管在来回几波都一样，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攻击点。那这边这一颗的手法就是，当我观察到对面的拦网高度的时候，在我的最高点轻放一颗小球，然后从他的指尖上就是到他的后面，然后落地。那个抓那个时间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但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得分方式。当今天修正球的人，如果说跟你就是你知道修正球的人跟攻击手之间有一定的默契的话，你们可以像我这样子，我们两个有默契，我们两个可以打平的。就是跟原本的一般的长攻一样，因为很多修正球其实大家会把球拉高嘛，因为是不同的人举球，那拉高之后让攻击手有时间可以准备，可以助跑攻击。那如果说打平的话，变成就是相对来讲，那也可以让我们的攻击手有更好的击球的高度啊，还有力道。对，那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，但是你们的默契要好哦。好，这边这一颗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比较有状况的球，
当举球员球举得不够长的时候再来回拨。那我们也一样不能跟刚刚说的一样不能瞎跳，一定要好好的观察举球员举出去的球，然后再做完整的起跳。因为我们跟快攻不一样，快攻像是先跳起来，举球员的球举出来，举到自己手上。那第二时间的攻击手是球举出来之后，我们起跳去找那颗球，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不太一样。好，这边这一颗我打的是后排，重点是今天这一颗球，举球员举的球跟我原本预期的位置不一样，那这时候千万不要瞎打。对，千万不要瞎打，因为瞎打的话，就是这颗球会乱，因为你的一个乱出手，然后让球飞得很远很高，然后飞到奥赛或是no in的地方。那当球不如意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好一点的处理球的方式，尽可能的让它能够得分。OK， 好，以上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防守反攻的分析。对，那希望大家就是在看完今天这支影片之后，平常在球场上你应该一样可以做到这些事情，然后也去注意到这些事情。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来看球的话，也没问题。那也希望说这样子能够帮助你对于球场上的状况变得就是更熟悉、更清楚一点。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跟按赞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